一个跑去美国拉赞助，一个准备疯狂扩张军事力量，俄乌真的走到这一步了。这2天，泽连斯基刚从前线视察完，便急急忙忙前往美国拉援助。拜登也确实够意思，大手一挥，18.5亿美元就给出去了，同时给的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件防空利器终要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了。而俄罗斯这边也没闲着，绍伊古在21日会议上表示，俄军将继续打击乌克兰重点军事目标，加速现代化武器的列装速度，并且还打算将俄军武装力量扩充到150万人。在当天的会议上，绍伊古表示，俄军未来会继续轰炸乌克兰军事指挥系统、军工企业以及相关重点设施，同时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并且还透露，俄罗斯现代化武器正加速列装，俄军已经着手部署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战略部队还接收了首架图 160M 战略轰炸机，第6艘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也列装了海军。看着西方国家为了弥补乌克兰损失，已经明显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所以绍伊古才认为俄军扩容是很有必要的。战斗人员从115万直接增加到150万人，其中包括70万的合同兵。此项计划将在明年开始实行。此外，俄罗斯也将提高征兵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估计就是为了让俄罗斯的征兵计划顺利完成。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认为，俄罗斯需要一支规模更大、战力更强的军队，来对抗强大的北约军事集团。这项计划将大大提高俄军的实力、战力以及质量。此次军队改革的核心力量将会选择乌克兰战争中拥有实战经验的人。普京也表示要加强俄罗斯的3位一体核力量，并宣布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不为军费设限。绍伊古宣布的另一重要信息是，俄军还需要建立2个新的跨军种战略地域军团，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以此来应对北约扩大到瑞典与芬兰。同时，绍伊古还提议组建10个师的兵力，包括5个炮兵师、2个空降突击师和3个摩托化步兵师。目前部署在每个军区的7个摩托化步兵旅需要改组为师，空降兵还将增加5个突击师。新组建的3个摩托化步兵师中的2个计划部署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空天军也将再组建3个航空兵师指挥部、1个歼击机团、8个轰炸机团以及6个陆军航空兵旅。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上组建5个新的军区炮兵师和重型炮兵旅。毫无疑问，这次普京想玩一场大的。这次军改透露出第一个信号，就是俄军将改进打击能力。普京也承认，俄罗斯军备消耗数字巨大，打击能力不足，想要应对西方援助的先进武器，就必须要提升俄军的打击能力，不为军费设限。大规模扩军外只是第一步。军方还要改善指挥和控制系统与反击敌方炮火的能力，解决在通信、自动指挥和控制系统等方面的问题。第2个信号就是俄军开始部署多种战略武器，显然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冲突。当然，泽连斯基也没闲着，选择直接前往美国进行军援商谈。作为迎接乌克兰总统首次到访美国的大礼包，拜登在21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8.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截止目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2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在俄乌战争暂时进入瓶颈期的特殊时期，美国提供的这笔超级军事援助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战局态势呢？毫无疑问，这笔援助中最受关注的便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这可比以前提供的其他防空系统要强不少，能够帮助乌克兰击落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以及飞机。按照美国陆军的说法，爱国者是该军种最先进的防空系统，能够在任何天气条件下拦截任何空中威胁。爱国者防空系统将监视、跟踪和交战功能集成在一个单元中，除了需要操作人员做出最终发射决定外，该系统与来袭空中威胁的交战几乎是自主的。但也有人表达出了不同的意思。美国驻欧洲前司令表示，外界可能对爱国者能改变乌克兰被动局面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即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系统后，它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培训乌军使用可能就需要数月时间，训练维护和修理专业人员则需要1年。但火力军看来，这种说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西方国家正在帮助乌克兰训练士兵，包括使用北约先进武器等内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肯定不是心血来潮，都是需要做好准备的，比如训练乌军飞行员，以便未来能向其援助先进战机。当然，爱国者来到乌克兰还是需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防护范围有限，无法为整个乌克兰领土提供全面保障。所以火力军猜测，乌克兰可能会将其用于保护重点军事设施或城市。而且除了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这次援助还包括各种战场急需的弹药。此前，乌克兰已经多次警告，在激烈的炮战中，乌军弹药接近耗尽，西方国家的弹药储备也已经降低到危险境地。在此背景下，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各种弹药就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美国这次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中，包括数量不详的精确制导航空弹药、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以及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炮弹，500枚精确制导的155毫米炮弹，1万枚120毫米迫击炮炮弹，4.5万枚152毫米炮弹，2万枚122毫米炮弹，以及10万枚125毫米坦克炮弹。此外，还包括数十种迫击炮系统和相关弹药，以及装甲车和其他设备。其中152毫米和122毫米炮弹都属于苏联、俄罗斯火炮标准，主要用于补充乌军老式火炮弹药消耗。外界猜测，由于乌军数量不多的老式战机无法使用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因此向乌克兰提供的这批新武器可能是为未来援助重型装备或战斗机所准备的。开战以来，美国与其盟友就为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批次的援助，包括军事装备、财政支持以及人道主义物资等。此外，还有比军事装备还要重要的军事情报。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实时情报信息，这些情报可以用于定位动态目标，以增强乌克兰军队的攻击性。也正是美国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在4月份的时候，帮助乌克兰利用反舰导弹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本月，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机场，就是由英国提供了军事情报，否则乌军就不可能顺利完成此次偷袭任务。可以说，就是这些让乌克兰得以抵抗了近1年的时间。仅美国自己2022年给乌克兰的援助就达到了接近500亿美元。另外，美国还计划2023财年向乌克兰再提供450亿美元。更关键的是，这会对10几个同样参与援乌的西方国家形成示范效应。毫无疑问的是，乌克兰与西方国家的命运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乌克兰输掉了这场战争，对西方国家也将造成极大影响。但若是能够击败俄罗斯，西方国家获得的地缘政治利益也是巨大的，所以全力支持乌克兰是符合美国与欧洲的利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战局需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更远程攻击性武器或是先进的坦克，都是有很大可能的。事实上，只要美国做出表率，欧洲国家也将提供更多重型武器装备。例如德国在北溪管道被炸以后，哪怕俄罗斯想继续卖能源，德国也不买了。显然，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已经成为德国的公式，他们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战场优势。其他主要的欧洲国家同样采取相同的态度。法国总统表示，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火箭发射器与武器，并将在明年年初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包括响尾蛇地空导弹系统。按照之前欧洲各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计划，乌克兰军队将收到12门凯撒车载自行榴弹炮，这也将使得乌克兰拥有的凯撒自行榴弹炮数量达到18门。英国就更不必说了，多场对俄军的打击行动的背后都有英国情报人员的参与。在俄军狂轰滥炸下，英国表示不排除提供远程武器，前些天还宣布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一批硫磺12高精度导弹，这是一款2016年左右才服役于英军的高精度武器。它与硫磺11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精度不仅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地面发射射程也提高到了20公里以上。在对外公开交付这批硫磺12导弹之前，英国国防部还曾发文称，
近期完成了向乌克兰提供100枚地对空导弹的交付工作，可搭配 NASA MS 防空系统使用，不仅可打击无人机等空中装备，而且还能拦截巡航导弹，而且还将根据一份2.5亿英镑的合同，明年为乌克兰供应数十万发火炮弹药，确保关键火炮弹药能源源不断提供给乌克兰。当然，现在的乌克兰更需要进攻能力。美国正在考虑为2500名乌军士兵提供专业训练。从入侵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已经为乌克兰训练了3100名士兵，其中610人学会了如何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目前每月仍有500名士兵参与美国的培训计划，学习操作美国援助的武器系统。这些乌军士兵将从中掌握更为复杂的战场战术，包括如何协调步兵机动和炮兵支援。英国和波兰也有相关培训计划，侧重于为几乎没有战斗经验的乌克兰新兵提供基本训练。欧洲已在多个地点为1.5万名乌军士兵提供培训。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加大援助，俄罗斯宣布扩军至150万，都是在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这就意味着战争仍不会停止，而是还会更加激烈。你们觉得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